下平生缘，一夜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烟波脸。故人久未见，分时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豪杰终结化尘烟。乱世的迷局，从来都是幻象迭生，而在其中立足，自然需要远超常人的智慧。为何会有如此异象？我相信，聪明的你，想必早已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九公子且慢，这是我家主人馈赠公子的心仪之物。这些存粮大多是新征的军粮，所以能调用的只有30%，国库存款已不足1000金。四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想动寿宴用款？此事不妥。老九，我们身为公子，很多人都在盯着。四哥教训的是，韩非这就回去，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韩非，你以为在逐步破解我的计谋，其实在一步步迈向深渊。新政粮价已是极高，他此刻回都，又有何余力可收？看来翡翠虎的手段，远比想象的要棘手。翡翠虎通过买通军政、控制市场等手段，数年间就成为韩国首屈一指的巨富。此人生活穷奢极欲，引起王室贵族好胜之心。3年前，你王叔景伦君便与之斗富。如何？翡翠虎以金玉为屋，珍珠铺路，锦衣做柴。不过10日，就让景伦君败去所有家产，连封地都被翡翠虎强行买走。景伦君贵为宗族，他的封地岂能被轻易买走？因为他们之间的对赌，有铁血盟做担保。铁血盟？它是一个强大且隐秘的组织，以庞大的财力和人力，为7国间各大赌约进行担保。你的王叔虽然贵为宗亲，却也不能违背赌约。竟有这等组织？昔日魏国公子康仗着甲兵众多，违背赌约，不出3日便被枭首挂于城墙示众。铁血盟的实力深不可测呀。原来此前景伦君被王上贬为庶人，不久在穷困交加中死去，还有这层缘由。如此，翡翠虎蓄意哄抬粮价，恐怕不只是借国难谋利这么简单。夜幕从来都不只是攫取利益这么简单。魏忠兄之意，南阳受灾本就是夜幕推举新太子的关键一步。
而你偏偏挡在了路中央。所以翡翠虎和叶幕是针对韩兄设下此局。这一局实在险恶，他们只需一步步买断粮食，断韩兄后路，甚至不需亲自动手，就能。眼下南阳灾情甚急，筹集粮食，稳定粮价不能拖延。就算这是个局，我也必须进去。韩兄之意是要去拜会翡翠虎。他在南阳送了我一尊青玉龙岩尊，哼，如此厚礼，我怎能不上门答谢？你就不怕羊入虎口？你把翡翠虎比作羊，那也是罕见的肥羊。我说的羊不是指他，那就是把我比作虎喽。哎，你有见过如此温文儒雅的猛虎？你怎么还没出发？九公子真是稀客，在下有失远迎。不知上回赠送的礼物，可还算满意？这样的礼物，韩非是一定要回礼的。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应该不会介意我再来讨一件礼物吧？哦，究竟是什么礼物，值得九公子亲自上门？粮食。九公子果然是懂行情，这粮食现在可是炙手可热呀。不是给我，是给灾区百姓。如今南阳天灾，粮价飞涨，听说你买了很多，所以来找你借粮赈灾。皇上和九公子固然是一片人心，不过老话说得好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这些穷人老是靠国家救济，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要让他们多努力劳作，不要没米下锅。若跟国家伸手，那么这个礼，你是不肯松了。我这不也是为朝廷的难处着想吗？民以食为天，粮食乃民生大计，重要物资。你不怕我治你囤货居奇，操纵粮食之重罪，再将你囤的粮食全部充公？哎呀，司寇大人误会了，我大量采购不假，但也都是为朝廷效力。为朝廷效力？因为我有军方的征粮契约。军方征粮？南阳大旱，粮食欠收，唯恐军心不稳，所以军方指派我买进粮食，充实军粮储备，以稳军心呐。司寇大人，您看我是不是做的合法生意呀？价格飞涨之时，你还满仓买入，也真够拼的。所以说，九公子啊，您看看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危操碎了心，一腔热血，皇天可见。哼，好一颗爱国之心。哎呀，唐突公子了！哎，我忧心灾情，可恨有心无力，一时分心了。这翡翠虎究竟想做什么？可惜了这上好的青琼服玉琮。这青琼服玉琮全套6只，摔了1只，还剩下5只。
呈上来。全部砸碎吧。这又是哪一出？6个才是全套。我翡翠虎可从来没有收藏残品的习惯。不惜损失6只尊贵的玉琮，却不愿意捐给灾区1铢钱。这翡翠虎根本就是在羞辱韩兄。这6只青琼浮玉琮，不知能抵多少灾民口粮。看来，你是万般不愿借粮赈灾了。九公子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借钱总是要还。九公子借粮赈灾，这债也肯定没法还。不如我捐粮。哼，捐多少？1壶。哦，1壶，好大的手笔啊！九公子啊，毕竟我这里的都是军粮，如果是我个人的粮，九公子开口，我定当全部捐献。留1粒谷，我把人头呈上。说粮食而已，怎么还弄出人命来了？更何况是你这样一腔热血的爱国商人，你这人头得留好了，我还有事情请教。哎，哪敢哪敢，九公子随便指示。以我的判断，这行情定能缓解。市场价格涨涨跌跌，有涨必有跌。我看目前也是到头了，估计要不了8、9日，应该会跌。九公子贵为王祖，这种市井货币小事哪里入得了您的眼？我们平时倒是买进卖出，也算是个内行。依我判断，别说8、9日，就是10几日，也还是涨。那是笑我外行喽。我游遍千山万水，见过星辰奇观，亦见过人间奇景。莫说区区商贾之道，纵使天地变幻，我也略知一二。经商之道本就依循天时，以我所见，粮价在短期内断不会降。韩非敢断言，粮价在10日内必降。九公子这么乐观，也不是坏事，随您说了。那你就是不信了。我跟你打赌。赌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敢不敢赌？我斗胆陪九公子玩一把，须以铁血盟为担保。这并不是一枚金币，而是铁质。这枚磁石戒指，你发现了吗？一真一假，迷局如梦。只有置身事外，俯瞰全局，才能找到唯一出路。